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加更一期视频。今天市场出现了比较大的下跌，尤其是纳斯达克出现了一个光脚的大阴线，是一个比较大的阴线。那么我们这边反弹是不是结束了？还有怎么看待中国出现的利好消息？中概的这波走势是不是也将结束？我们今天呢带大家详细的做一个计划拆解和复盘。好，跟我一起进入今天的视频。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下今天主要的内容啊。我们今天是中国出现了政策利好，它是不是一个卖信号？叫 Buy the rumor, sell the truth， 是不是？然后能源板块变走强了，大盘的拆解，还有个股速递。好，那我们开始。好，我们把这个关掉。好，我们来看5分钟的走势啊，5分钟的走势。那么这是一个我们说大盘的一个走势图，5分钟。那么5分钟标准普尔5分钟，这里面你需要有一些注意的事项。第一，我们看到说这个地方是一个起涨点，我们称之为 A0 的话，大家看这里实现了一个下上下，这里形成一个中枢，那么这里拉起来之后再出现什么呢？下上下。那么你也可以做大线段，大线段的话，那就是这是一波什么呢？这是一波 A， 这是一个 B， 然后呢这是个 C， 这是个 D。 那么我们可以画2种方法，一种呢我们这样这是上去，然后这个再下来，然后这里面大家看这里面再上去，这时候再下来。那么你可以认为说这是大的一个做区间走势。那么从小的区间上，我们可以说大家可以看这样一个小的区间，我会更倾向于这种看法。那么这种看法是什么呢？大家看小的区间里，我这里先画了一个，然后呢我们这里又有一个小的区间，然后就是围绕这个小的区间做一个什么呢？做一个扩展，其实它变成了一个大的区间。那么我们这里就是什么？我们这里就走出了一个非常标准的走势。那么这个走势的话，我们就围绕了这个盘整区间，也就是这个中枢开始做的，这是 A 浪 A 段，然后呢这是盘整的 B 段，然后这是进入了个 C 段。那么 C 段的走势啊 ，C 段的走势我们再看，换个颜色，大家看 C 段的走势，这个地方又出了一个新的盘整区。你不需要画的特别细，比如说你可以画到这是一个盘整区，对吧？这是标准定义中的一个盘整区。你也可以画大一点，比如说这里出现了下上下，那么这样的形成这样的一个盘整区都可以。但这就是我们画大概率的一个 C 段的走势。那我们这里进去一个 A 段，那么这里出了 C 段。那么 C 段的话，它跟 A 段比其实并不是差，但是 C 段的内部今天看这个位置上形成了一个假突破，你这里形成了假突破，或者说小转大的趋势。它走下来了，也就是说它完成了我们从低点向上这一段的走势，那么就意味着5分钟的这一波反弹，由5分钟级别的引发的这一波反弹，就结束了。那么回调的走势，它应该有最起码的话，我们知道回调走势的最小的结构完整是 ABC， 那么你最起码应该有一个 A， 有一个 B， 一个 C， 或者说是走出什么呢？走出这种盘整区。那么还有一种情况下，我们这里完成盘整区下来之后再走盘整区再向下，那么这就是趋势啊，这是趋势。那么具体是哪个情况不知道，但是这里现在看这一波 A 还没有走完啊，这一波 A 还走，而且 A 的内部也没有形成一个非常好的盘整区，就是中枢。所以我们说5分钟的这一段已经形成了一个转折的趋势。那我今天看今天的整个的我们说今天看今天的新闻，也没有看到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特别利空的消息出来没有明确的消息利空出来。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日线上面的图，我们来看 SPX， 先看 SPX。 好， SPX 大家看到的是这里面走势，我们出了一个卖信号以后的买信号，然后反弹，然后再下跌，再反弹，再下跌，再反弹，再下跌，再下跌之后，大家看这一波的反弹结束了，这就是完成了日线上的这么一个比的结构。那么我们看到就是1 2 3 4 5 6 7 8，那么1 2 3 4 5 6 7 8上面的这个上下上组成了第一个咱们说中枢的盘整区，那么打出来之后马上下跌。那么在这一段如果上下上，这一段如果确认，我们只有一种方式，就是明天下跌以后马上反包不构成把这个顶分型破坏掉。
那么它这里继续向上画也可以，但不管是画多少，大家看这里上下上的这个结构又完成了一个上下上的这么一个结构。那么完成了上下上这样结构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就是完成了下跌过程中的什么呢？下跌过程中的第二个一个盘整的中枢结构，也就是中枢这个区间。那而且这两个区间它们是有交集的，那么意味着这里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什么呢？一个下移的模型，也就是这里是一个有交集的，那你可以整个画成这样的一个扩展区，都是一个盘整和弱势的这么一个结构。那么今天的这一段，我们从日线上来看，你就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位置上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一个顶分型结构，也就是这个位置上下跌不仅是掼破了5日线和13日线，这13日线和5日线还没有完成形成金叉之后，在这个地方的阻力非常大就把它整个这个底部结构破坏掉了。我们明天只有一种方法破解，就是马上出现一个大的阳线或者跳空上去对它进行一个反包。如果出现了，咱们说第一种情况是最强势的情况，就是反包的阳线，或者说是跳空直接向上攻，我们在这个时候应该反手把大量的多仓买回，但这个概率不是非常大。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是这个地方低开就开始要探这个低点了。如果低开探这个低点，我们至少还有4到5天的弱势那么这个时候我倾向于第二种，就是向下的趋势还没有完成，也就是我们刚才看的，我们再回到5分钟的结构上，5分钟的结构上，这里因为是趋势或者说这个结构没有完成，那意味着更大可能是反弹一下就要还继续向下那么这周到下周是什么呢？是月末的一个平衡，大家看还有4天要月末的一个平衡而且是国庆日的政治正确盘。那么我就更倾向于下跌的幅度，或者说这个 ABC 的结构是我更倾向于的一个结构，也就是说这个位置上的反弹应该也会出。那么我认为最好的结构是快速下跌之后向上就走。那么如果要是出现了一个很慢的结构的话，那么其实这个位置上又形成了新的空头的一个控盘的结构，对我们来说其实是非常不利的。那么这时候赶紧说大盘的这个情况，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QQ 的情况。QQ 的情况是这样的， QQ 是这里更弱，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出现的一个大型的反包结构其实是比之前咱们说上周4的上周5的开盘价还要低了，那么基本上反弹的很多人这里就又被闷住了。后面如果不能马上反包，那么向下的概率其实是更大的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很多个股的走势，比如说我们看今天亚马逊这个地方就是非常明显了这个地方没有形成这里底部结构2次的底部结构的形成都没有突破这个点，形成 W 底的结构。就为什么很多朋友说就老想抄到最低，其实为什么 W 底形成之后做得更好呢？因为这个 W 底的突破，它这个位置上它底部特别结实，你上涨的动力和时间就非常足。但是这个现在的位置上来说，这个位置上如果一旦再次形成这个死叉，它就形成了我们在 A 级课程中形成的叫死亡呼吸结构，而不是底部结构了。那么这要再出来的话，那亚马逊的后期走势是非常的这个担心非常的担心。那我们再来看特斯拉这个位置上，咱们周末已经说烂了，这里再说的话，今天又是跌破2根均线，那这里就不再是没有形成 W 底的结构形成 W 底结构做，那么这里形成的就是弱势的空头控盘结构这里要非常的小心非常小心。最近特斯拉多事之秋，马斯克不又找不着了吗？在这个0轴附近，特斯拉你看这个回到0轴附近也是反弹的一个目标位，后面的话要进行一个保护我们来看看这两天领涨的几个板块 ，ARKK 支撑在了13日线上，明天一旦跌破就要大幅的减仓或者跑掉。我们还之前说过一个比较强势的板块，那是什么板块呢？就是这个 XBI。 我们来看看 XBI 的走势。XBI 的话，今天是在5日线上形成了一个支撑那么我们如果明天的情绪是一个恢复，那么会对整个的这个市场有一个非常好的促进作用。所以说
明天好像是有些数据，但是整体上看，现在又是能源板块反弹，对整个市场这个影响非常大。关于能源板块，我认为它没有走完。我们上次说了，能源板块我会等待做多的机会，是这里面要有一个 MACD 轴贴近的过程，意味着它的这个反弹形成这样的结构我才会买，或者是 ABC 的结构我才会买。所以我不会认为在这着急抄底能源板块，但是能源板块的上涨，还有小金属的上涨是小金属也下跌了，就是能源板块的上涨对整体上是一个非常大的利空。小盘这两天相对较强，但走的也不是非常好，今天都是大阴线啊，都是大阴线。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蓝筹啊，这些蓝筹股。那么今天除了高通以外，高通这是我们一定要重点盯着的公司啊，是唯一的绿色以外，大家看啊，苹果本来走的很好，今天也是大家注意，这个大阴线是非常大的。然后谷歌也是，这都是跌破了周五的这个高点，这个开盘价，这里全部微软也是，全部都是弱势结构，全部都是弱势结构。甚至于连强生这样的公司啊，大家看是回踩了一下13日线和支撑，如果不能有阳线进行化解，那么这里顶部也都出来了，就是这 ABC 之后弹起来向下。不过强生这样的公司，我觉得相对来说好做，相对来说做，只要还在172以上，还是一个强势，而且拿着也不怕。那么其他的公司，你看这个走势就非常难了。还有就是像麦当劳这里也是紫色线连续的压制，而且高点逐渐向下的过程中，它在形成一个什么呢？形成一个收敛的这么一个过程，形成收敛的过程啊，收敛的过程中，那大概率如果是走向下的话，将给我一个非常好的长期的一个买点，我会在这里等它，然后在这里等它，短期内也没有做。那么高盛这里是金融板块是比它强的，就是反弹上去之后，今天都没有跌破之前的一个阳线，所以今天的整个这个走势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觉得后面的走势要小心啊！熊市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熊市的波动太大了，以至于说熊市波动太大，以至于说我们的操作起来是很大的不确定性，它并不是变得好做，它其实变得非常难，变得非常难做。我们这个时候就更要小心。来看一下30分钟的交易系统，这里面今天是一个卖信号啊，这里面我们从之前的哪天啊？6月16号的买点出来之后，今天是卖出了。那么这一波的盈利是还可以，那么这个系统今天这一波的盈利还可以，21%啊，这一波1%。那么之前大家看，连续的都是什么4笔都是亏的，那之前有16%，那后面也是连续4、5笔亏的。所以整个的设计思路就是一个频繁止损，但是呢要赚一波大的，然后亏呢就连续的试仓试错的这么一个思路。我对这个系统进行了个强化，在今年的表现呢达到了120%，但是它是有牺牲的啊，我这个可以以后再跟大家具体讲。牺牲了什么？牺牲就是牛市这样的系统可能 performance 会受一定的影响啊，它的表现没有我们之前止损大的时候好。我会在这个牛熊市之间对参数进行去进行一个调整。那么一般来说，我们在视频中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对30分钟对市场的一个判断。那么这个判断的话，就是这里是多仓出了以后，它还是在一个盘整区间内，所以我们这里呢还是耐心的一个等待，那么这是一个一个这样的一个走势。那么后面的话，我现在给大家再了解一下什么呢？我想再聊一下，就是关于中概股。今天中概股呢是出了政策性的利好那么政策性利好出来之后，我们先来看一下我当时给大家分享的理想汽车作为这一波上涨中的一个龙头。但上涨中的龙头出来了以后它是上涨中的龙头出来了以后，这一波上涨如此凶猛，它第一次出现了这种卖信号，这是这种换一个系统，比如说这是完美风暴，我换成这个简单交易系统，这里出现了什么？出现了一个卖信号。那么从这里变色开始到这里面的上涨，你如果能持仓拿住的话，那么这个波段就完成了。这个波段完成了以后要非常小心，因为理想汽车是我们整个这段中概股上涨的一个龙头，它现在出现了一个卖，也就是意味着向下。但这波上涨有没有结束呢？我认为没有结束，但是这波回调耐心的等待出现一个我认为的送分题的机会。那么我们先看一下
理想汽车已经是完全走成了一个，我把我的这个头像换个位置理想汽车完全走成了一个什么呢？走成了多头排列。那么向下的回拉形成结构，它也不会是一次，大家看，就即使这样走成这种环境，再向下的话，你看也会走出一个 ABCDEF 一个 ABC 这样盘整的结构。那么向下的话，我们要耐心等到什么呢？等到它的一个向下送分的这么一个机会出来。那么这个送分的话，我们要等它6大条件，我们在课程中学习的6大条件都满足以后，但是呢，现在的回调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一波中概的热度也该出现了消退这边热度中概也要消退了。KF 也是向上突破了之后，这里是大家看，这里是底部的一个区间之后形成 W 底再突破，那么这个位置上你可以进行一个保护，加一些 CC 或者说进行一个减仓，进行减仓。那么中概的这个位置上也给大家讲了。那么能源的话，我们也回答了。那好，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操作。这个操作的话，我在这个周五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没有开放给大家，是因为我平常虽然有贴单，但是我不希望我们是一个，我非常不喜欢一个所谓的喊单群我们不是喊单群，就是希望能通过这个教学的过程中，我自己分享自己交易的过程中，能让上课的朋友们能感受到，就是每个案例是怎么来的，我能切切实实的把我自己的学会的东西传授给大家，这样大家能学到就是真正掌握这个知识用的，所以不是一个所谓的喊单那我们再说，你看周五的话，我其实看到了一什么模型呢？我看到的就是这个地方我全部加2月24号全部加0口，同时在这儿开了一个小仓的一个 hedge， 就是一个 pull spread那么为什么我看到说这个地方加0口呢？我解释，就是这里有一个2个中枢以上的一个中枢上移，或者说叫中枢模型，怎么来的呢？再回到我们5分钟的这个图上，我再给大家讲为什么在这个位置上当时要出，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本身这个位置上就有一个这个位置上出来之后，这个地方的一个盘整，这个地方的盘整在这个地方进行了一个非常小的盘整，而且出现了一个中枢的一个1分钟的一个叠加。那么你出现1分钟的叠加以后，它就特别容易向上喷，而且特别容易走趋势的结束。因为我们知道这里是个大 B， 这里是 C 的话，这里已经是 C 的向上的 C 段了，它容易出现再向上喷，它容易出现一个叫区间套的背驰。当时我这儿卖出的时候，我还觉得，哎呀，第2天还涨了，有可能我这次判断错了，还要向上再走。今天也确实向上走的时候，但是急转直下就下来了。那么证明什么？就是熊市里面稍微小心一点，没有什么坏处，反正错过了也没关系。那么这一段呢，我们的这个吃肉的这个行情基本就要结束了，后面呢就要准备好对自己的仓位进行一个保护。那么这段时间我大部分就是大量的进行一个什么呢？大量的上0口和大量的进行一个减仓做这么一个动作。那么后面的一个机会，我觉得就刚才我说的 ABC 完成以后，我们要耐心的等待出现一个下一个反弹的机会，因为现在很多指标都没有到特别恐慌的位置，我们出现大规模反弹的机会还需要等它这个结构出来。那么至于市场反转，也就是彻底走出熊市走到牛市的话，我觉得明天 GDP 可能是个机会，尤其是一旦GDP 是进入衰退，如果进入衰退以后，我们再等货币政策出来，那么后面的话我们可以期待于它底部的一个反转。那么有没有说有没有一些好的消息呢？我这里也有，我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今天Sentiment Trader，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去订阅他们的这个服务非常好。我分享一个 Sentiment Trader 上的一个统计。好，那么这个广告时间就是，如果富途陌陌上您想开户，在这里呢入金2000就给将近10股的股票，然后同时入金成功的，利用我链接入金成功，对我们频道有巨大的帮助我获得了一些这个好处，所以我回馈您3个月的简单交易的这个操盘系统在 TradingView 上。他在统计的时候发现，就是如果我们出现了一个3% 的 weak loss 特别多，而且马上被 recover 回来，就是这个阳线的一个反包以后，除了1931年、29年的那波暴跌以外，其他年份1年之后都是大的正收益。那么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讲，你现在拿到的仓位在1年以后，应该说是90%以上都是正收益。那么这个时候你买入指数进行长持，尤其是我们上班族的朋友，你这个时候拿它就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操作了，因为即使下跌的话你也不怕，无非就是时间，换一点时间就能换来很大的空间。
是没有问题的。但短期来说，这个 volatility 还在，市场还不具反转的条件，从交易的角度来说还不够，但是从投资的角度来说，这里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了已经。好的，那么今天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到我们 Discord， 我们继续一起努力学习。